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当全世界都在等待川普未来2周做出决定，美军是否参与轰炸伊朗，结果伊朗再次被骗了。最新消息，川普宣布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包括福尔多在内的3个核基地的轰炸，目前美军战机已经安全返航。同时，川普再次呼吁伊朗接受谈判条件。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川普还要谈判？军事优势一定能转化成兑现战争目标的现实吗？以色列3000里突袭伊朗，这个人类史上最大胆的军事行动之一，已经搞了超过1个礼拜了，已经从突袭演变成了双方互殴了。历史上就有兵不厌诈的说法，到了现代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能在网上发消息，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认知能力和消息来源，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这场战争怎么描述的都有，消息那个乱呀。那么这场战争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先说伊朗那边，目前伊朗在这场战争的表现，那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性，对着以色列那个大方向，每天都要乱打一些东西过去。到目前为止，伊朗的主要战绩是打死了22个以色列老百姓，还有5个临时住在以色列的乌克兰人。网传以色列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大楼被炸的视频图片，但有以色列人说，那照片和交易所大楼的实际外观不符，是假照片。而且以色列交易所的交易也一直没有中断，特拉维夫 TA35 指数最近还一直保持在历史高点。网上还有人传说以色列摩萨德的办公楼被伊朗导弹击中，但是根据以色列公布的摩萨德总部大楼19日的最新照片，好像也没有任何被炸过的痕迹。当然，伊朗导弹对以色列平民建筑的破坏还在持续累积，这点是过去几十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和真主党互殴时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据以色列结构工程师沙莱夫透露，伊朗导弹造成以色列全国有数百栋建筑被摧毁或严重受损，超过5000民众被迫从家中撤离。以色列北部最大的炼油厂遭到2次袭击后关闭，3名员工在袭击中死亡。据专家估计，要重建或修复所有这些被损毁的建筑，未来估计要耗资4亿美元。4亿美元对一般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规模的战争来说，其实也就是个毛毛雨。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每天光拦截伊朗导弹的成本平均都要上亿美元。以色列本土的防空系统是分成低、中、高、太空4道屏障，最低层的铁穹系统就如同雨伞，随时挡落近程火箭、小无人机和迫击炮。第2层的大卫投石索系统就相当于长矛，对付速度更快、威力更大的战术导弹与巡航导弹。第3和第4层的剑2、剑3就好比是双层天花板，先是剑3在太空，再是剑2在高空拦截弹道导弹，捍卫战略纵深。4套系统全部接入以色列空军的防空作战指挥部，一体化雷达对敌人进攻情况实时共享，指挥控制软件会根据对进攻武器运行的状况的推算，自动把不同目标分配给最合适、最经济的层级进行拦截。其中大卫投石索系统每次启动都要至少使用2枚拦截弹，成本至少是70万美元。而用于拦截大气层外的远程弹道导弹的剑3系统，每次拦截的成本都是400万美元，就是旧版的剑2系统，每次拦截成本也要有300万美元。伊朗在过去几天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400枚导弹，所以过去这些天以色列上空绽放的火光，那绝对是人类最贵的烟火兽。以色列这边大骂伊朗专门用导弹攻击以色列的老百姓卑鄙无耻，但单纯从技术层面讲，伊朗除了对着以色列城市的大方向打导弹，别无选择。为啥这么说？要想明白这个，咱得先了解一个军事领域的概念，叫原概率误差 CEP。 在军事领域， CEP 是一个衡量武器命中精度的指标。具体而言，如果一种导弹系统的 CEP 是50米，那就表示如果这个导弹系统
向同一个目标连续发射很多发导弹，有一半的导弹会落在以目标点为圆心，以50米为半径的这个圆内，当然另一半会落在这个50米半径的圆之外。一个能做到指哪儿打哪儿的导弹系统，命中精度的要求是 CEP 基本要在50米之内。2024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过2次大规模的导弹攻击，那些攻击结果给以色列和全世界清晰展现了伊朗射程在1500公里以上的导弹系统的精准程度。图上显示的是2024年10月伊朗导弹打在以色列内瓦蒂姆空军基地的那些导弹着地点。根据这些导弹着地点数据，专家估算这些伊朗导弹系统的 CEP 不是50米，也不是100米，而是800米。也就是说，如果伊朗瞄准一个以色列目标发射大量导弹，大概只有一半的导弹会落在以目标为圆心、以800米为半径的那个巨大的圆圈中，而另一半呢，那就不着边际的打到更远的地方。在这样的导弹精度下，你不难想象，伊朗导弹能正好打到目标20米范围内，对目标形成摧毁性打击的可能性有多低。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在那次攻击中，伊朗对以色列内瓦迪姆空军基地发射了33枚导弹，结果最后给这个基地造成的主要损失就是炸中了一个空的飞机库。在导弹攻击后，整个基地运作基本没有受什么影响。伊朗人导弹精度差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导弹制导上基本还是只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那个老掉牙的技术上。伊朗导弹根本没有卫星制导技术，当然就是他们能搞到这种技术，也会受到以色列军方的电磁干扰。在导弹精度这么差的情况下，如我们前面说的，伊朗就只能对着以色列那些大城市的那个方向随意发射导弹，打到哪儿算哪儿。最近以色列有医院和幼儿园被伊朗导弹给击中了，以色列说伊朗是有意在瞄准这些敏感的民用目标实施导弹攻击。我私下认为这有些太抬举伊朗的导弹精准度了。伊朗如果真的用心瞄准某个以色列医院，他们真的打中那个医院的概率反而小之又小了。伊朗在杰出的导弹能力外，另一个让他们骄傲的能力就是无人机研发和制造能力。过去1个多礼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近2000架无人机，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就被干掉了。侥幸飞入以色列的无人机也几乎迅速被用各种方式给解决掉了。在开战1个多星期，发射了近2000架无人机后，才在6月21日第一次有媒体报道说，好像有一架伊朗无人机击中了以色列北部的一栋居民建筑，把民房的墙给炸了一个洞，但是房子整体结构依然完好，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2000-1的伊朗无人机战绩，也算是伊朗军事能力的又一个奇葩成就了。我们再回看以色列这边，基本不用远程导弹，而是直接用战斗机飞到伊朗境内目标附近，再用精准制导的导弹直接就近攻击。因此以色列这边无论是对固定目标还是移动靶子，基本都是指哪儿打哪儿，弹无虚发。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CEP 概念，以色列这边都懒得提，除非是武器本身出了毛病，基本上就是一击必中。以色列这边要摧毁一个伊朗的空军基地，派2架挂满炸弹的 F-15战机就够了。反之，如果伊朗那边要想摧毁以色列的一个空军基地，恐怕发射上百发导弹也不一定够用。因此有人估计，在过去1周，以色列给伊朗政权造成的损失比伊朗给以色列造成的损失要高出差不多上百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9日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以色列已经把伊朗至少1半的导弹发射器给端掉了，还干掉了很多伊朗的重要军事头领。
另外，很多报道表示，以色列空军已经成功把伊朗部署在伊朗西部、距离以色列比较近的地区的导弹力量给打残了，逼得伊朗不得不动用他们数量更少、价格更贵的导弹，从离以色列更远的伊朗东部地区发射。导弹这玩意儿，随着射程增加，导弹的成本和复杂程度是指数级往上涨的。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比射程1000公里的导弹那可贵的不止1倍。总结过去这一周的战况，以色列这边玩的是就近精准打击，一个导弹一个目标，稳扎稳打，而伊朗那边玩的是随意向以色列扔导弹，实际针对的却是无形的目标，对内是针对伊朗人的宣传，对外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效应。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说，双方战力如此悬殊，看来以色列要稳胜了。我说那还真不好说，主要还是要看以色列对取胜的定义是什么。汇集各方对伊朗核武器发展现状的分析，基本共识是，根据伊朗目前的综合能力和已有核材料的数量，如果伊朗政府真的想开发核武器，他们在短则数周、长则数月的时间内就能拥有10枚左右的核弹。如果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仅仅是把伊朗研发核武器的能力往后推一推，把伊朗生产核武器的能力从数周或数月推到1-2年，根据目前的战况，以色列基本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了。内塔尼亚胡在6月19日采访中也说了，我们定的计划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结果上，现在都是超前完成了。但是因为以色列这场仗在第一周打的实在是太顺利了，以色列现在已经不满足这个第一阶段目标了，已经开始实施他们另2个更大的战略目标了。第一个是完全清除伊朗所有核能力，第二是谋求伊朗政权更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将继续攻击伊朗所有核设施，包括戒备森严的福尔多地下核设施。另外，以色列也在打击伊朗政府目标，包括伊朗的广播电台这样的政权象征。另外，以色列还特意提到了，他们也在打击一个叫巴斯基的伊朗组织。这个巴斯基是伊朗的一个准军事组织，1999年由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组建，后来成为伊斯兰革命卫队5大分支之一。目前官方宣称拥有2500万名登记成员，其中60万人可以随时被征召。这个组织的网络遍布伊朗所有城市，成员大多是来自贫穷的伊朗社会底层。战时他们是伊朗人海战术的炮灰，平时他们充当伊朗政权的辅助警察，负责治安、镇压抗议，充当道德警察，监督伊朗人的着装和公众行为等等。在过去20年伊朗的多次全国抗议浪潮中，他们都以镇压民众出手狠辣而出名。以色列花费宝贵的弹药来攻击这样一个准军事组织，显然是希望以此鼓励反伊朗政府的民众站出来反抗伊朗政府。要实现以色列上述的2个更大的战略目标，单靠他们的制空优势还是不够的。在美军参与轰炸伊朗前，我评估以色列单独靠自己的实力能够实现清除伊朗核能力的可能性大约是50%，对推动伊朗改朝换代的目标成功的可能性估计只有20%。世界军事专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光靠空中优势不足以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尤其是当对手进入了死磕模式后。没有地面部队介入，空中打击只能进行物理性销毁，却没法实际占领任何东西。1995年，美国空军出版了一本叫《关于空中力量的10个命题》的书。一个美国上校在书中写道，取得制空权并没有能让哪个国家屈服，制空权是胜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上几乎所有成功的空袭行动背后都有后续的地面部队的参战。1990年，美国对伊拉克实施了几个星期的空袭后，美国陆军就展开了大面积进攻，最终击垮了萨达姆政权。
过去2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对黎巴嫩的真主党，也是在发动了大规模猛烈空袭后，然后迅速派陆军开始地面攻击，最后才取得了目前的胜利。纯粹靠空战的例子，最近一个就是从2023年开始，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但那场战斗也是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启动的所有战线中最没结果的一条。美国想用空袭制服胡塞武装的思路也面临了类似的命运。美军费了好大劲儿持续轰炸胡塞武装，结果川普政府最后也只是争取到了胡塞答应和美国单方面停火。至于胡塞还继续向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开火的问题，美国也真的没办法。伊朗离以色列本土1500公里，人口是以色列的9倍，国土面积是以色列的80倍。面对这样的对手，以色列绝对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全世界可能只有美国有这种军事调配和部署能力，但是川普200%不会派美国地面部队入侵伊朗，因此把宝全压在了他们的空中优势上，这其实是以色列不得已的选择。有人可能会问，清除伊朗核能力，难道以色列依靠它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也不行吗？通常各国核设施建设的都非常牢固。这次战争开始后，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轰炸了4天。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看了轰炸后的卫星照片后说，伊朗一些关键核设施只是受到了轻微的损伤。伊朗纳塔兹地下浓缩大厅在40米深的土层、钢筋和混凝土之下。以色列对纳塔兹前期轰炸造成的损坏，主要是限于电力开关站和变压器，而这些电力设施的损害据说在数月内就能修复。而伊朗最具武器级别的铀储备非常难锁定，据说伊朗可以把它们装在16个小罐中，在伊朗境内不断的转移位置。过去伊朗就是用这种方法和派驻伊朗的联合国核监督人员玩捉迷藏的。而且伊朗是个非常喜欢挖地道和山洞的国家，他们的整个核计划分布在全国各地数十个防御工事中。再有就是那个全世界关注的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这个伊朗最神秘最关键的核设施在深山里100米的深洞中。以色列一直恳请美国能帮他们用美国独有的超大型钻地弹来帮助攻击福尔多核设施。这个钻地弹能穿透19米深的钢筋混凝土或60米深的岩层，在地下引爆以实现最大破坏。因为它庞大的体积和15吨的重量，目前只有美国的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能够舰载投放这种炸弹。川普在听取了他幕僚的各方意见后，宣布暂时搁置是否答应以色列请求的这个决定。有人可能会问，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空军现在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摧毁福尔多核设施，我为什么前面还说以色列有50%的可能性能实现清除伊朗核能力呢？内塔尼亚胡在最近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以色列人同样有应对方案来干掉福尔多核设施。以色列人这么说了，我就得认真对待。自从2023年10月惨案后，以色列全民族背水一战的决心，以及他们在各个战场的一次次惊艳表现，实在太让人敬佩了。6月20日，福克斯新闻更是爆出以色列在去年的一次机密军事行动，这个此前不为人知的行动，可以说是针对类似于福尔多这样的场景的直接翻版。2024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发现，在叙利亚居然冒出一个导弹工厂，能够生产先进的精准弹道导弹，提供给真主党和其他以色列的宿敌。那个导弹工厂由伊朗资助，采用伊朗技术，建在深达地下100米的坚固混凝土结构中，结构与深度都酷似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只是规模稍微小些。
以色列空军先是多次尝试从空中打击这个目标，但都失败了。最后，以色列军方高层决定冒险启用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5101部队。这个部队的代号是翠鸟，暗示他们具有翠鸟那样超长的耐心和深潜捕食能力。2024年9月的一个深夜，空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以色列空军战机再次出动，但是他们那地动山摇的轰炸却并不是这一次战斗的主角。这波轰炸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守卫地下工厂的叙利亚士兵的注意力。在空军掩护下，5101部队的突击队员趁着夜色避开巡逻的哨兵和隐藏的传感器，悄无声息地潜入地下工厂。当他们抵达工厂的核心区域后，突击队成员展开行动，根据事先规划的图纸，将高爆炸药安置在工厂的关键结构和核心设备上，然后迅速撤离。当所有突击队员都安全撤至预定地点后，伴随着一声闷雷般的巨响，来自地底深处的震动传递到地面，一团黑色的烟雾从地面的通风口汹涌而出。伊朗在叙利亚构建的这个机密导弹工厂就此消失。那么这次以色列会不会采用同样的办法来攻击福尔多核设施呢？我感觉可能性不大。在叙利亚吃过亏的伊朗大概率会在保护福尔多核设施时，特别防范以色列用类似的派特种兵轰炸的办法。简单重复同样的策略对以色列反倒危险性很大。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从来不缺让人拍案惊奇的奇思妙想。他们会用数年的时间，通过特殊的国际产业链，给真主党的中高层骨干每人配备一个他们特制的会爆炸的寻呼机，然后在去年9月的另一个瞬间，让真主党的大部分骨干非死即残。2008年，以色列发现伊朗在纳塔茨浓缩铀，他们必须阻止伊朗，但是他们的 F-15战斗机作战半径够不着这个核设施。结果怎么样？2年后，以色列和美国的网络高手联手放出一种叫阵网的病毒，这个病毒在选定的时刻发作，一下子让纳塔茨成千上万的离心机疯转，直到失控自毁。这个操作大大的拖慢了伊朗的核浓缩进程。我们虽然不知道以色列这次会采用什么方式来摧毁福尔多的核设施，但是如果历史是未来的镜子，我们知道以色列大概率会用另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不过无论如何，让美军介入帮以色列炸掉福尔多核设施，对以色列来说绝对是顶级最优方案。这个方案不但成功率高，而且不用让以色列人冒险，更关键的是，它可以成功让美国直接加入这场战争，让这场战争不再是以色列的孤军奋战。现在美军已经正式介入这场战争，这虽然一定会大大增加以色列清除伊朗核能力的概率，但是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单纯的空中打击还是无法保证这个战争目标100%会实现。因此，川普在战场最强势的时刻再次向伊朗喊话，呼吁伊朗政府清醒地面对现实，这还是有实际的战争价值的。那么至于伊朗的第二个目标，也就是帮助伊朗人起来反抗并推翻伊朗政府，如我前面说的，这个目标成功的可能性要小很多。一位伊朗问题专家对这个目标的评估是，这种想法太一厢情愿。根据这位专家获得的伊朗内部情报，很多伊朗人虽然憎恨伊朗政府，但对一般伊朗老百姓来说，此时他们最关心的不是组织起来响应数千公里外在美国或以色列的什么人的号召，而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逃避轰炸。目前有点办法的伊朗人都在想办法开车逃往山区或里海沿岸。数以千计的伊朗人已经通过陆路边境逃到了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境内。那些没法逃离城市的人，现在也都在一门心思琢磨如何储备饮用水和煤气罐，为社会基本设施被毁后的生活谋求保障。
我们这些在中共社会生活过的人，对伊朗社会目前的状况其实非常容易理解。一个长期被集权机制统治的社会，从民众思想到组织机制等各个层面，反倒比一个正常社会更难出现有效的反抗力量。统治阶层最用心做的事情就是控制民众思想，愚昧民心，同时确保民间不会出现任何机制能组织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这样的社会，民众对统治阶层的仇恨并没有办法自然转化成民众的认知共识，转化成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被长期控制的越残酷的社会，这样的情况就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像北朝鲜这样的极度集权社会，反倒能够权力传递了3代，而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挑战。如果伊朗近期发生政变，或者目前权力体系被动摇，推动力来自民间反对声音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民众意愿在这个过程中会起到一些间接作用，例如给权力集团中的反对派提供造反的借口等。我前面对伊朗改朝换代的概率给了 20%， 主要就是因为最近有传闻说伊朗政府体系内出现了矛盾和内斗的迹象。伊朗流亡的王子里萨巴列维6月20日发文说，伊朗内部的消息人士向他透露说，现在伊朗政权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正在快速瓦解。这个说法和以色列军方观察到的伊朗军队的一些战场表现比较一致。另外，有伊朗专家分析说，以色列已经干掉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很多高层将军，一方面这给伊朗正规军崛起提供了机会，而另一方面也给革命卫队内部一些心怀不满的中层年轻军官机会，就此可能出现从政权内部造反的事情。不过，要实现以色列第2个战略目标，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决心到底有多大。第2个战略目标和伊朗政府的核心利益是直接冲突的。伊朗政府的首要目标非常简单，就是全力保住自己的统治，在这个条件之下，才是谈判保证继续浓缩铀的权利这样的问题维持这张恐吓世界的牌。因此，如果以色列的攻击真的迫使伊朗内部权斗到了可能威胁到伊朗政府时，伊朗政府就有可能答应以色列和美国的任何要求，包括放弃核能力。到时候，美国和以色列是否真的能抵挡住和岌岌可危的伊朗政府达成协议的诱惑，从而间接挽救他们一把呢？从我个人感情的角度来说，我是真心希望历史能走出一步出乎我们预料的、令人振奋的妙棋，从而跳出我们前面依据人中逻辑推理的结论，让伊朗人民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有机会摆脱现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压迫政权，走上一条尊重普世价值的社会发展道路。那样不但会给伊朗人带来光明的未来，甚至让整个中东都可能从此摆脱纠纷，从此安宁下来。未来伊朗在和以色列的热战中获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伊朗目前唯一的策略可以用1个字总结，那就是拖到以色列被这场耗资巨大的战争搞得支撑不下去为止。而以色列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现在战争的花费是惊人的， F-35 战机飞行1个小时的成本就是1万美元，从以色列到伊朗一次往返就是3-4个小时，这还不算轰炸伊朗需要的精准制导导弹的巨额花费。以色列央行前行长认为，以色列的经济承受力取决于战争持续时间。短期，比如1周，以色列经济完全可以承受，但是如果战争持续1个月，情况就不一样了。根据亚伦经济策略研究所的估计，按照目前的状态，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进行1个月的花费是120亿美元。而且以色列防空系统中的箭式拦截导弹目前已经出现短缺，这将严重影响以色列的防空能力。
美国过去几个月一直通过部署其他防空系统来增强以色列的防御能力，包括6月份以来，美国国防部向中东地区增派多个航母战斗群。但是美国自己的拦截导弹也在快速消耗。如今美国的介入会给以色列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胜算，但是以色列当务之急还是如何把他们在战场上的优势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成实现他们战略目标的契机。对此，我和大家一起持续关注和讨论。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